还有没有子弹了？啊！没有了。这怎么看啊？啊！就剩一颗了。朋友开始撞门了，用不了多久门就能撞开。我们2个人早死晚死，无非如此。帮我打开。这就是你的宝贝啊！我的宝贝吃完了。姓苏的那个小妞儿，上次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快死了。她留了2箱这个宝贝，让我活着等你。那个不就是个大胃酸活菩萨？苏子轩。就用这玩意儿给自己脑门一枪，被狼咬死，很疼的。看方位，应该在马场方向。玉儿，别着急，风大雪急，找个当地人带路过去。眼下看的不都是路吗？驾！玉儿，驾！
呀！呀！四爷，兄弟，我们日夜兼程啊，老天爷可怜见啊！你平安无事，那就太好了。那皇太后长什么样？还不是一个鼻子两个眼，正常人的模样。我不信，你骗人。真的，我见她的时候也不知道她是皇太后啊。没你好看。那一梅姐姐呢？谁更美一些？对不住啊，谷大哥，我忍不住要问一问。啊，没事儿。她好不好看，跟我都没关系。她选择了自己的路。不过有时候想想，还挺羡慕她的。为何？那条路她认为对，就那么走了。人这辈子啊，不狂一次对不住自己。谷大哥，这是英雄好汉的话。我被人整成这个样子，还英雄好汉呢。你呢？还是跟四爷在跑马？对。嗯。没成想，到京师听说你也在。哎，李钦让我告诉你，让你莫去京师，说那儿人对你不好。不去京师，我那么多枪卖给谁？这天底下除了你和常四爷，没几个是真的对我好。你走了，我们又跑了2趟科尔沁。出城的时候，我在想，这条路过去你走过；到草原上的时候，我又在想，那时候我们打仗，被骑兵围了，你说想不到我们俩竟然要死在这儿了。若是那时候死了，岂不是太开心了？前面就是宁古塔城了，你我要不要故地重游啊？谁跟你故地重游啊？进城以后换2匹马，买点吃，继续上路。哎，你们刚才说什么了？怎么哭成兔子眼了？现在也来不及。我肚子饿了，我先走了。郭兄弟，我和玉儿就不入京城了。这条道直入山西，快些的很。四爷您忘了，我和您走过一回。正是。哎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咱们就此作别。
子夜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起来，起来，使不得！听我说，千里相求，万古高义。一个谢字，太轻了。哎呦，快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！你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偶尔说几句斯文的话，我实在是受不得。我们父女蒙你的恩，这次算是还上了一点儿，反倒是我们应该说谢才对啊。好了，少年子弟江湖老，下次相见不知何时了。爹，这些酸文假醋的词儿你也学不少。跟古兄弟相识这么久，没有长进能成吗？你们好好道个别，我在前面等你。月儿，我会时时想着你的。你莫要惹我，你一会儿让爹看笑话。哎，要不我送你们回山西啊？算了吧，就算到了山西，你不还是要走吗？我再也不想过这种求太阳、求月亮的日子了。什么叫求太阳、求月亮？我求太阳走得晚一些，我就能陪你陪得久一些。我又求月亮走得早一些，这条路最好永远都不到头。可天底下的路不总得走到头吗？到头了，不就要分手了？就算去了山西，那也不是天涯海角。月儿，我知道我亏欠你很多，对不住。你有什么对不住我的？在路上，我爹悄悄跑过来跟我说，你能深入义邦，给朝廷买枪，又能死里逃生，一定是个有大造化、大福分的人，日后不可限量。我琢磨也是，日后，你若做了总督，做了大将军，会有更多的人喜欢你。那还能天天跟我陪不是？你也是好笑，什么总督大将军，我想都没想过。你别笑话我了。世间男女无非如此，既入江湖内，便是苦命人。若是能落个刻骨铭心，这是我修了极世的福分。我要是再不知足，老天爷都要怪我不识抬举了，是不是？胡大哥，你好好活着，做
做让你开心的事儿，就是我最大的心愿。我想跟你说，等有一天安稳下来，我想去找你，但我怕那一天会让你等太久。我爹刚刚不是说了吗？少年子弟江湖老，若要找我，你快一点。王爷口谕，快请古先生前来相见。哎呀，古兄弟啊！哎呀，这满京城都在找你，害得我好生心忧啊！来来来，快经过王路，就算是了不得的客人，我们也没有跑到门口来迎过呀。王爷，前来，前来，前来。你不是官，咱们就以平辈论处。你刚一进城，我就听说了，这车上装的就是洋枪。正是王爷。我看看，古兄弟啊，你一路舟车劳顿，辛苦了。多谢王爷，不辛苦。好东西。嘿，来，不是，古兄弟啊，我是真没想到你能千里迢迢从洋人手里购得枪来，这让我如何谢你才好啊！乔大人，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？要是真的能为我们国家收复失地，所有老百姓都会对您感恩戴德的。古兄弟，这枪打上朝廷的火心，先送到西北军区站，让弟兄们看。古兄弟啊，会让人夺了去。圣母皇太后几次在我面前夸你有见识，你帮我个忙，做个朝廷的安抚使，可好啊？王爷，我没做过官，也不会做官。安抚使不是官，是朝廷和反贼沟通的桥梁。战火一起，难保没有误杀。再说了，合肥城内也不是人人通匪，要有人进城把百姓从城里接出来，这种人最好是当地的名流，双方都信任的乡绅最好。安徽又是你的故乡，古兄弟啊，你义不容辞啊！倘若这件事情办成，我亲自许你个实职，可好啊？
王爷既然这么说了，为了乡子百姓，顾平原万死不辞。只不过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望王爷您允准。你说。当年家父上京赶考，结果一去不复返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后来我去参加科考，有人在考场之上假托我母病重，惹得我闹了考场，被人发配至宁古塔。家父至今是生是死，又是谁处心积虑的在背后害我？我只是一品老百姓，没资格查案子。要是王爷您可以吩咐下去，或许可以拨云见日，解我一生之大祸呀。你为人子，为母病重闹考场，也是情有可原。可你父亲失踪，就有些奇怪了。这样，你晚一点写一份帖子送到府上，我让9门提督的人给你查，倘若有消息，我让他们飞马驰告你，可好？多谢王爷。合肥守将李成如此凶悍，就算大势已去，还能顽抗？我给你看个物件，你道这是什么？这是合肥城。城外这2座山露营，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才拿下来。我已经派人把西洋大炮运送到山顶，他不投降，咱们就自上而下，冲着他的王爷府轰。那要这么打下去，全城的百姓不都被轰死了？武兄是仁者之心呐，这些百姓历来也没有人爱惜。谷兄，你看，我只围了3面，留出1面来。城下挖地道近半年，秘密放了3万斤渣子在城墙下。现在兵强马壮，可保一战必胜。那李成他们肯撤走吗？这是个悍将，已经围困了这么久，这城里都开始吃老鼠了，竟然还能屹立不倒，士气不减。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邪咒啊，已经开始吃老鼠了。慈不掌兵，这种人，10万8万的在他眼前死去，他都不在乎。他刚被封了王爷，不多守些日子，也对不住他头上的顶戴啊。此为做官之法第1条，头上顶戴，均为百姓血染成啊。我不是让你开铺，是不是我？王爷，再过段时间，连队伍的轴场都搬不起了，哪还有什么东西留给老百姓啊？谷兄，王爷，这是蓝雪茶，是我家种的茶呀。你看，吓到他了。圣母皇太后御笔亲题，天下第1茶，那还错得了吗？谷兄弟家里的茶一点都不剩，都被搜罗到京城来了，但多半在宫中。我们兄弟几人就分到了几两。安徽茶商走的时候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揣着银子要从他们那儿买蓝雪茶的茶种，啊，不止安徽一地，就连江浙福建的茶商也都要毁了自己家的茶树，改种蓝雪茶。那也不必吧，天下奇茶甚多，闽浙一带有那么多的好茶，要是都毁了，改种银毫的话，未免太可惜了。哎，谷兄弟，这就是做官之法第2条。世间万物贵贱只在一句话中。
这与你生意经又有所不同啊。成交，成交。迎接古先生，老朽有眼无珠，请古先生责罚。你现在说这话晚了啊！闭嘴！老太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小老儿有眼无珠，请古先生责罚，此非虚言。是我连累大家了，我一个人闯的祸，我自己受罪。就算当着王爷，也是这话。诸位，你们都是我的前辈，莫折了我的寿。顾先生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顾二爷，里边请，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请。安徽茶商会上上下下，求个原谅。万万不可，老太爷，万万不可。请起。您这岁数比我娘还大，这一跪我可受不起啊。诸位，你们如果真的为我马首是瞻，那就请听我一言。大家先请坐。胡老太爷，您上座。拿出来啊！别装死。诸位，我之前在安徽狂悖无礼，得罪了胡老太爷。今日胡老太爷要给我赔罪，我也想给整个安徽茶商会赔个罪。老太爷光风霁月，我心中佩服得很。之前种种得罪，咱们就给他翻篇过去，以后谁也不要再提了。只是这天下第一茶的金字招牌，是我们安徽的，不是我一个人的。这招牌理应挂在安徽茶商会里头。这是我送给老太爷的第一份礼。这第二份礼，是我家蓝雪茶的配方。还请胡老太爷务必收下，抄写好，分配给安徽各个茶商。顾先生，这份礼太重了，便是千金万金也难买啊！你要是不说明白了，我可不敢接。这蓝雪茶的名声现在已经传出去了，但是仅凭我和我兄弟2人，加上家里的那几十亩薄田，一年能种出多少啊？我就怕到了以后，市面上出来很多牛头马面的假货，毁了这茶的名声，那可是安徽茶商会的过失啊。所以胡老太爷，这配方无论如何，你得收好。这说的我都没有回旋余地了。顾先生您放心，若是顾家的蓝雪茶能大行天下的话，那便是顾先生的功劳。安徽茶商会愿听您调遣。哎，这个位子我可做不了。我这个人嘛，耐不了烦，清闲惯了，守着家里的茶园，逍遥自在，挺好的。这个位置还得您来主持。顾先生是自谦之词，绝不是自谦。如今兵荒马乱，安徽几10万茶农苦不堪言。我在想，这蓝雪茶或许就是我们的一线生机。只要我们能把这个茶给推广出去，茶叶卖得好了，安徽的老百姓日子也能过得舒服些。这可是安徽茶商会的功德呀。以后您老人家还得多替我说2句好话啊！我老人家，要不是古大，我们大伙的茶叶能卖这么好的价钱吗？哎，您说，
以后多土气的名字，蓝雪，那简直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以后叫二老爷，叫二老爷。行军路上最是无聊啊，我早早的就预备下了。哎，顾兄弟，那些安徽茶商们是怎么向你磕头认罪的？不可与他们善罢甘休。哎，想想也是自己年轻，非要做什么蓝雪茶，怨不得他们。哎，这是你命好，这天底下有谁能一出门就遇到圣母皇太后？又有谁能得了圣母皇太后的青睐，一鱼之下，点石成金呢？你到王爷贵族如此买账，没办法，圣母皇太后那块匾把他给压住了。当初大人要我饮宴，也是圣母皇太后的意思吧？这是自然。不过啊，我也不白沾顾兄弟的光。合肥城打下来，功劳你我一人一半。哪怕把满城的人都杀光，我也在所不惜。顾兄弟啊，这可是几百年都等不来的好运气。我朝战功升迁最快，你有如此机遇，定能青云直上。你是读书人，应该知道的。自古以来啊，就说得明明白白。首级，一颗脑袋，生一级。来。苏小姐，哎，你最好别出去，这外面都是我的人，没我的命令，陡然接人出来，你脑袋就没了。你现在还真是有点大人的样子啊！朝廷安抚使啊！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在乔松身边也安排人了？本来谋划着要杀乔松。突然知道他带了一位连圣母皇太后都看中的人物，我还纳闷呢，原来是故人啊！千里迢迢把脑袋又送回来了，真是多此一举。我在你这可不是故人，我是个死人。说对了，留着你这样的人只会碍我的事儿。说吧，有什么未完成的心事或者想捎的话？我希望你劝告李成，合肥已经守不了了，让他早早撤离，不要拖累全城的无辜百姓。我还想奉劝你，大厦将倾，独木难支，你的阴谋诡计成不了气候，你赢不了。你还是改不了牙尖舌利的毛病。不怕死吗？怕。你不怕吗？既然之前我坏了你的好事，你又差点整死我，那咱俩算是扯平了，可以谈笔生意了。没想到你还是个生意人。我要全合肥城无辜的百姓都平安地活下来。这个生意能不能做？你去告诉李成，如今合肥已经被围了3面，他还有一线生机。
你已经无奈是多情，还惦记着白小姐呢。我不是为了白小姐，我是为了河城百姓。大丈夫当为则为，你太小看我了。你让他撤，他撤去哪儿？金陵城下有朝廷的南北2个大营，浙江一带也有军队。至于苏州，还得看那边的王爷接不接纳他。所以我们要通力合作，你帮他谋划一条退路，需要我做什么的，我定当尽力。想不到你还敢这么跟我说话。你这狗头我先记下了，回再来找你。你过来。Тебе, тебе. А? Да. Смотри, что я тебе приготовил. Держи. 哦，给我的。给你。Держи. 好。给你的一个小礼物啊。多谢，多谢。Оружие! Честь отдать! Раз! Два! Три! Оружие в ножны! 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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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，好，咱们今晚就睡山洞里。这个时候山洞不能睡，太阴。啊，你守上半夜，我守下半夜，忍一忍，等到了马场就好了。不是要回宁古塔吗？怎么又要去马场啊？马场那儿还有宝贝呢。咱们这一车洋枪卖了，什么宝贝换不来啊？我那宝贝拿钱买不来。这，啊，你说，咱把这些枪交了，他们能让我做个什么官啊？运气好的话，赏你个将军当。你吃这个东西多久了？这可是当官人的忌讳。官场里上上下下都在偷吃。等我不咳了，自然就戒了。老子还要当将军呢，大将军，威风八面。
马冻死了，咱俩就彻底回不去了。就这么走，天黑前就能到马场。还有一座山要翻。哎，别叫了，你再把狼都给招来。哎，老子跟他们斗了好几年，他们扎着堆儿的想吃我，不也成了老子嘴里的肉、睡觉的垫子吗？人家走了，告个别。瞧你这熊样儿，去歇着歇着。我先把马拴好，加了草料，把门拴好了，别被狼咬死啊！屋里有酒，你喝便是。反正也带不走了。枪吗，小子？他们闻到血腥味儿，可喜欢了。你偷了我的子弹！你是疯了吗？我早就
就想好了要死，那你干什么还要带我绕那么大一个圈子？我要让你尝尝跟我一样的滋味，从云彩里一个跟头摔下来。好啊，现在如你所愿，来，用枪打死我，打死我！再过100天、200天，这儿都不会有人来了。狼把你拖走，地上只剩下一滩血。等到天热了，再下几场雨，冲得干干净净，就好像你没来过一样。我知道你大烟膏吃完了，跟着我回中院，我帮你找最好的大夫。还有，那一车的枪，卖的钱我一个子儿都不要，全都归你。老子的病治不好了，跟你说过治不好了。我靠着这大烟膏吊命，就是为了等你。你把我这辈子都毁了。我的病就是在这儿冻出来的，我所有的一切都被你毁了。你给我看清楚，这儿就是寒冰地狱，老子就是阎王爷。起来！走开！走开！还有没有子弹了？啊！没有了。这怎么看啊？啊！就剩1颗了。狼要开始撞门了。用不了多久，门就能撞开。我们2个人早死晚死，无非如此。帮我打开。这就是你的宝贝啊！我的宝贝吃完了，姓苏的那个小妞儿，上次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快死了。她留了2箱这个宝贝，让我活着等你。那个不就是个大会酸活菩萨？苏子轩。我就用这玩意儿给自己脑门一枪，
被狼咬死，很疼的。看方位，应该在马场方向。云儿，别着急，风大雪急，找个当地人带路过去。眼下看的不都是路吗？驾！云儿，驾！
呀！四爷，兄弟，我们日夜兼程啊，老天爷可怜见啊！你平安无事，那就太好了。那皇太后长什么样？还不是一个鼻子两个眼，正常人的模样。我不信，你骗人。真的，我见她的时候也不知道她是皇太后啊。没你好看。那一梅姐姐呢？谁更美一些？对不住啊，谷大哥，我忍不住要问一问。啊，没事儿，她好不好看，跟我都没关系。她选择了自己的路，不过有时候想想，还挺羡慕她的。为何？那条路她认为对，就那么走了。人这辈子啊，不狂一次对不住自己。谷大哥，这是英雄好汉的话。我被人整成这个样子，还英雄好汉呢？你呢？还是跟四爷在跑马？对。嗯。没成想，到京师听说你也在。哎，李钦让我告诉你，让你莫去京师了，说那儿人对你不好。不去京师，我那么多枪卖给谁？这天底下除了你和常四爷，没几个是真的对我好。你走了，我们又跑了2趟科尔沁。出城的时候，我在想，这条路过去你走过。到草原上的时候，我又在想，那时候我们打仗，被骑兵围了，你说想不到我们俩竟然要死在这儿了。若是那时候死了，岂不是太开心了？前面就是宁国塔城了，你我要不要故地重游啊？谁跟你故地重游啊？进城以后换2匹马，买点吃食，继续上路。哎，你们刚才说什么了？怎么哭成兔子眼了？现在也来不及。我肚子饿了，我先走了。